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冈野武志先生所著的《人生逆转的最强方法》这本书。大家是否有以下的烦恼呢？明明很努力，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想要改变现状，但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追求什么目标；想改变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开始。如果这些问题正在困扰着您，那么今天的这本书将非常适合您。作者冈野先生的经历堪称励志的典范。他高中毕业后只能靠打临时工为生，但凭借着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成功摆脱了就业的困境。之后他进行创业，更是实现了年收入突破1亿日元的目标。在这本书中，冈野先生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逆转人生的实用方法，希望帮助更多的人找到突破自己的道路。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无法确定人生目标的常见问题与特征；第二，吸引好运气的最佳训练方法；第三，高效达成目标的最短路径。首先是第一部分，无法确定人生目标的常见问题与特征。想要改变现状，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这样的困扰并非您一个人独有。许多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类似的迷茫。想要改变的动机，可能源于上进心，也可能是想要逃避现状。但不管动机如何，如果您感到无从下手，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您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许多人在听到设定目标时，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为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有些人会笼统地表示，我想变得有钱，过上好日子。然而，这样的目标依然不够具体。那么，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重要的并不是模糊的梦想或憧憬，而是要找到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并将其具体化。这要求您清楚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并找到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的机会。一旦您明确了自己的优势，目标自然就会变得清晰，接下来的行动步骤也会变得十分明确。例如，如果您的愿望是成为有钱人，您就需要具体思考一下，想要赚到多少钱，在赚到这些钱后想做什么。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就无法制定有效的计划。在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盲目去追求做自己喜欢的事，可能会让您迷失方向。许多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兴趣来谋生，他们经常会说，我的目标是通过做喜欢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目标背后往往潜藏着一些陷阱。作者曾问过这些人，您希望通过喜欢的事做什么？如何通过它来赚钱？最终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但大多数人对此的回答模糊不清，缺乏明确的愿景。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他们找到了真正的人生目标。要找到自己的目标，首先要设定明确的目标，这需要清楚自己的优势。然而，有些人可能一时想不起自己的长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建议尝试一下人生的盘点。通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许多人会发现，自己的劣势或自卑之处往往隐藏着尚未意识到的优势。一旦明确了这些优势，就能更清晰地设定人生的目标。本书介绍了逆转人生的3个关键要点，它们是：一、设定具体的目标，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二、让时代、市场和运气为己所用，顺应趋势，把握机遇；三、掌握高效达成目标的最短路径，合理规划行动，减少无效的努力。只要掌握这3个要点，您就能够逆转人生，实现理想的生活。虽然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要点看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不过您无需担心，只要掌握本书介绍的逆转方法，所有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一旦您掌握了这种方法，无论是在就业、跳槽、副业、商业活动、减肥、资格考试，还是语言学习等各个领域，都能够灵活应用。首先，您需要认清自己的优势，然后进行逆转的第一步，设定具体的目标。在明确了目标后，您需要做的事情将会变得清晰，从而能够找到通往成功的捷径。
根据作者的经验，即使从事相同的工作，目标明确的人往往会更容易取得成果。这是因为明确的目标能赋予每个行动以意义，使人在遇到混乱或困难时更加坚定。此外，一旦明确了目标，你会逐渐发现那些以前被忽略的机会，就像给自己安装了捕捉机会的天线一样，随时能够感知周围的机遇。这种能力与大脑的网状激活系统 ROS 密切相关。ROS 是大脑的一种过滤机制。我们的大脑每天要处理大量信息，如果不加筛选的话，它的处理能力将会不堪重负。因此 ，ROS 能帮助我们筛选出与自身相关的重要信息，同时屏蔽掉其他无关的信息。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威力在哪里吗？这本经典绘本要求读者在繁杂的插图中找到名叫威力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您可能会觉得那只是一幅普通的插画罢了。但当您的目标变成找到威力时，这幅图便赋予了新的意义。您的大脑会全神贯注于寻找它。同理，当您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后，您看到的整个世界也会变得不同。因此，不妨花一些时间重新审视自己，找出自己的优势，并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这将是您成功的第一步。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吸引好运气的最佳训练方法。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实现人生逆转所需的3大要点之一，让时代、市场和运气为己所用。现在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下如何利用运气。实际上，运气与目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旦您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从那一刻起，所需的信息就会不断汇聚到您的身边。明确的目标能够改变信息流的方向，帮助您把机遇吸引到自己的面前。例如，假设您立下了购买房子的目标，那么原本毫无关注的路边的房产广告或者书店里的住宅杂志都会突然变得引人注目。您还会开始留意周围房屋的外观，甚至朋友家房间的格局和装修。随着接触信息量的增加，找到理想房子的机会自然也会大幅提升。正如第一部分提到的，我们的大脑中有一种被称为 ROS 的筛选功能。在设定好目标后，那些原本难以察觉的机遇会逐渐浮现出来。然而，仅仅看到机遇还是不够的，如果不能牢牢地抓住它们，也是难以取得成功的。要成为能够抓住机遇的幸运体质，需要我们掌握以下3个关键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时刻保持寻找机遇的意识。机会只会降临在主动寻找它的人身上。如果平时没有机会意识，即便机会出现在面前，也会难以察觉。因此，您需要随时调整心态，保持抬头寻找机遇的意识。第二个要点是开放心态，迎接未知。面对不熟悉的事物，人们往往会感到恐惧，停滞不前。虽然待在舒适区会让人感到安心，但真正的机遇往往存在于舒适区之外。有时候，您需要主动去挑战恐惧，迈出一小步，才能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第3个要点是不纠结于过去，专注当下。机会只存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即使您过去取得过成功，也不能被其所束缚。同样，我们不应该沉溺于过去的失败，要学会放下过去，专注于当前的行动，这样才能更容易发现机遇。机会往往出现在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领域，它们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引发质变的乘法效应。机会的本质并非10+10等于20的线性增长，而是类似于10乘以10等于100的爆发性化学反应。然而，人类本能上会对进入陌生领域有所抵触，这种现象被称为恒常性。如果屈从于这种抗拒的心理，我们就会陷入3天打鱼2天晒网的恶性循环。要抓住机会，您需要打破惯性思维，接触陌生的事物，从而促成化学反应。成功有时隐藏在偏离常规的路径中，因此，如果想不仅抓住机遇，更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舍弃日常的安逸，大胆去开辟新路。当然，放弃旧有的路径时，
内心难免会产生恐惧与不安。如果无法克服这些情绪，最终我们只会停留在原地，错失掉良机。成功掌握机遇的人，善于在现状与未来之间做出权衡，他们能果断舍弃现在的安逸，换取未来的成长。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无法做到这些，但本书介绍了一些能够提升运势的训练方法。这项训练的关键在于，为了寻找机会，特意去获取不同于自己现有位置的信息。目标是拓宽你与他人的接触面和语言的范围。建议您尝试跳出当前的日常惯例，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重点是有意识地去寻找机会。如果只是漫无目的地度过一天，所获得的信息将是模糊的。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并以寻找机会的心态来看待事情，即使遇到负面事件，也能通过转换角度将其变为积极的体验，将危机转化为机会。一种有效的训练方法是阅读不同领域的文章或观看相关视频，这能同时调动视觉和听觉，帮助您发现机会。您可以选择书籍、报纸、博客或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接触不同行业的信息能让您遇到新的词汇与观点。在这个训练中，触及不同领域的信息非常重要。在社交媒体上，您可能会下意识地只关注与自己有相似背景或观点的人，这导致思维局限在特定圈子中。虽然这种感觉可能很舒适，但无形中缩小了你与外界的接触面。您可以有意识地接触与自己行业、年龄、社会地位、性别、国籍等方面不同的人，这样不仅能拓展人脉，还会增加遇到好机会的概率。人脉不一定非要是企业高管或政界人士，作者指出，反而是那些偏离主流社会的人，比如没能顺利进入职场的人，对某项兴趣过于痴迷的人，在异国长大的人，比自己年轻一两代的年轻人，常常会给他更多的启发和机会。如果您对某人感兴趣，不妨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还主动预约与他们见面。面对面交谈能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对方的言谈举止以及周围环境，获取的信息远超想象。通过这种方式，你会发现自己在本行业中习以为常的技能，在其他领域却可能非常重要。只需改变接触的领域，就能为自己创造独特性。因此，拥有不同领域的视角对您而言非常有价值。最后是第三部分，高效达成目标的最短路径。在前面，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并掌握了吸引好运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将进入实践的阶段，要有效地实现人生的逆转。第三个关键点就是找到高效达成目标的最短路径。达成目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积累式和逆算式。积累式方法是指从起点出发，逐步提升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当前遇到的每个问题；而逆算式方法是指从目标出发进行倒推，根据与目标的差距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逐一进行攻克。举个例子，假设您希望提高英语的水平，以便与美国客户顺利进行沟通，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方法的过程。积累式方法的过程是：1. 背诵基础单词；2. 学习语法；3. 练习听力；4. 开始口语练习。而逆算式方法的过程是：1. 先与母语者交流，了解自己当前的水平和不足； 2. 如果发现词汇不足，就加强单词的学习； 3. 如果听力有问题，就重点练习听力； 4. 如果语法有缺陷，就集中去学习语法。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积累式方法稳扎稳打，但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逆算式方法则能更高效地明确目标与现状之间的差距，从而缩短实现的路径。虽然积累式方法能逐步让人感受到成就感，但从效率来看，逆算式方法显然更为优越，因为逆算式方法从目标倒推，可以清晰地识别当前的障碍，并减少走弯路的风险。这一方法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目标来说非常适用。例如，如果没有明确减肥目标与现状的差距，我们可能会选择极端的节食或过度运动，最终很大程度上
会导致放弃或反弹。而通过逆算式方法的规划，从目标出发进行合理的安排，就能够更容易实现平衡并持之以恒。接下来让我介绍一下逆算式方法的具体实施步骤。步骤1：具体化目标。首先要将目标明确化，例如想要取得英语托业800分，或者通过理财规划师考试。目标设定的越具体，越有助于后续的实现。步骤2：准确把握现状。接下来正确认识自己的现状至关重要。很多人要么高估自己，要么低估自己。如果不了解现状的话，就无法找到合适的学习方向。建议通过测试或模拟练习来了解自己的真实水平。步骤3：明确待解决的课题。在明确目标和现状后，差距会自然显现出来。接下来就是锁定需要攻克的具体问题。即使发现目前有很多弱点，也不必气馁，这意味着成长空间也很大，未来充满了可能性。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开始呢？答案是立即开始实践。在准备考试时，可以马上报名最近的考试；在求职或跳槽时，开始填写简历和求职申请。如果想做 YouTuber， 先拍摄并发布一段视频。在初期阶段，不需要去追求完美，而是要以数量为主，进行大量的尝试。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许多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行动，总是等待时机成熟或准备充分后再开始。然而，这种等待只会让人停滞不前。与其担心失败，不如马上采取行动。许多人因初次尝试不顺利就放弃，这真的很可惜。成功往往不会在第一次就出现，而是需要不断尝试才能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洞察。即使经历多次失败，也能逐渐识别问题所在，并找到正确的路径。任何目标的达成都需要付诸行动，无论是考试、求职还是副业，最重要的就是迈出第一步。与其等待万事俱备，不如立即开始，持续尝试并总结经验，这才是实现目标的最有效方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